片刻后，青色小鼎在阴火中晶莹闪烁，散发出炙热气息，整间密室开始热浪翻滚，温度骤然升了起来。韩立眼中一丝寒光闪动，一扬手，一道法诀打在了小鼎之上，噗的一声轻响，一道青光从顶上飞射冲天，竟是顶盖自行飞出，一个盘旋后，在小鼎上空悬浮不动起来。韩立见此，冲着身前地上的一个四方玉盒飞快一点，盒盖顿时无声无息地不翼而飞，露出里面一个黑乎乎的块镜状东西，数寸大小，有点圆扁的样子。韩立凝望此物片刻，伸手虚空一招，顿时这块镜一般的东西飞出了玉盒，在离地面丈许处停留了空中。韩立淡然的手指一弹，青芒一闪，块镜1/5大小的部分无声息地掉落下来，袍袖随之一甩，青色霞光从袖口中射出，将那掉落部分一卷一甩之间扔进了小鼎之中。接着他冲块镜又一道法诀打去，他立刻跌落回玉盒，然后韩立不再理会此物，又施法打开了另一个长条形木盒，露出了一截翠绿欲滴的不知名灵草茎干。同样施法，用剑芒削去一截，放入鼎中。就这样，韩立按照单方将身前各种材料挑选着往鼎中放入一部分，终于将这灵烛果取出了一枚出来。青色剑光闪过，将它一分为4，取出一份放在鼎中。韩立这才冲那悬浮不动的鼎盖轻轻一点，鼎盖直落而下，将小鼎盖得严严实实。韩立轻吐了一口气，再次张口，青色阴火喷吐而出，顿时青色火焰大涨，室内温度一下高涨了许多。这时盯着火焰的小鼎，韩立食指弹跳不止，一道接一道的法诀不断的打出，一个不漏的都击在了小鼎之上。没有多久，小鼎中开始传出阵阵的雷鸣之声，并且声音越来越大。韩立见此，双眉一挑，手中掐诀的速度一变，突然变得忽慢忽快起来，鼎中的雷鸣之音也同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显得诡异异常。韩立此时面色木然，但眼中蓝芒闪烁不定，竟仿佛直接透视鼎壁，观察到了小鼎中的丹药情况，一副无悲无喜的样子。时间就这样一点点的过去了。就在韩立闷头苦头炼丹之时，在盆地中的祭坛处，鬼灵门一行人也终于登上了数百丈之高的祭坛顶部。不知当初修建祭坛的上古修士如何想的，祭坛台阶上禁制实在是有些变态。从祭坛底部开始，阶梯几乎每攀登一定高度，加在这些人身上的重力就会立刻大增一些。所以从底部攀登到祭坛中部时，这一行人只花了2个多时辰的时间，但是从祭坛中部走到顶部，则足足花费了1日1夜的功夫，甚至不得不中途休息了小半日，恢复了一下法力。鬼灵门门主等元婴修士还好，但结丹期的3名弟子能走到顶部实在是勉强之极，因为到了最后10几层阶梯时，每走一步几乎身上都有1000斤之力加身。这些结丹修士几乎是一寸一寸挪到此处。当然最轻松的自然是魏无涯，自始至终都没看到禁制对这位元婴后期修士有什么大的影响，一直没有露出吃力之色。要知道，即使王天谷等人走到最后一段时，也只能走一步停一步，脸色实在难看了许多。当然魏无涯的此种表现让那鬼灵门门主见到时心中有些暗自心惊，对魏无涯不禁又高看了一眼。他们一行人虽然修为不一，但是却在鬼灵门门主存心留意之下，却是同时攀登到了祭坛顶部。一踏足上面，刚才还重若泰山，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那几名鬼灵门弟子总算是大松了一口气，虽然有护体灵光护身，但从祭坛底部一路走来，还是让他们个个腰酸腿痛，浑身发软，
这种在凡人时才有的感觉，他们可是好久都没有体验过了。毕竟平时到哪里可都是跺跺脚就能到的事情，何曾再受过这种痛苦？王天谷等人没有理会这一切，一踏足此地就立刻不停地四下打量起来。此处面积有100余丈之广，地面铺满了晶莹异常的白玉砖，中间有6、7丈长的巨大供桌，用碧绿色的美玉制成，精致异常。其余地方空空荡荡，但是在祭坛四角各竖立着一根高大的青石柱，这些青石柱高约10丈，每根柱子表面都烙印着密密麻麻的符文咒语，看起来晦涩难懂，古老异常。而在这些石柱顶端各蹲着一只麒麟石像，栩栩如生，形态各异，并散发着淡淡灵光，似乎不同寻常的样子。如此简单的东西，几人自然是转瞬间就看过了一遍。魏无涯没有发现过什么更值得注意的东西，眉头不禁一皱，目光不由得斜瞥了一眼鬼灵门门主。鬼灵门门主却正好抬手望天，倒背双手一动不动，似乎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。魏无涯心中诧异，同样打量了一眼天空，天上高空处血红一片，稍低些的地方则血色霞光悬浮飘动，除了缕缕的霞光多一些外，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。王门主，现在已经到了此处，灵渺园的入口在何处？魏道友不必心急，这灵渺园的入口自然被禁制遮掩住了，但破禁之法只有那画中惊魂之道，只要将它唤出，一问便知。原来如此，看来这是王道友和那苍坤上人化身做的交易之一喽。哈哈，魏道友是聪明之人，此事牵连到我答应对方的一些条件，道友稍待，我这就唤他出来。鬼灵门主微笑说完，伸手往袖口一摸，那根银白色的画轴就浮现在了手中。王天谷目光闪动了一下，一言不发也走了过来。这一次鬼灵门门主方才把那画轴抛开展开，就有一团绿光从画面中主动飞出，立刻幻化出儒生的形象。不错，就是这里，没想到还有一天真能回到此处。苍坤上人的化身惊魂一出现，并未理会任何人，而是兴奋地打量着四周，一脸激动的模样。照约定，我已经将你带到了祭坛这里，按你所说，此处才是坠魔谷的中心所在，是那灵渺园的入口。现在该你履行诺言，打开灵渺园的入口了吧？我已被你下了禁制，难道你还怕我骗你不成？灵庙园入口就在祭坛上空，我可没有骗你，只不过那禁制有些古怪，必须我亲自施法才行。说完之后，儒生同样是仰手望天，瞅了眼天上霞光，两手一搓，一团灰白色火球出现在手中，再一扬手，火球直奔天上射去，结果此火球一射到云霞处，就诡异的凭空消失。儒生见到此幕点了点头，转脸看了看四周的4根石柱，就不再浪费时间说道：几位道友往4根石柱上注入一些灵力进去，然后下面破除禁制之事，交易在下就是了。此言一出，王天谷3人互望了一眼，鬼灵门门主略犹豫了一下，就低沉说道：好，就依道友之言，你3人去那边的石柱，王道友下面也要麻烦你一下。遵命，门主。3名弟子马上躬身答应，而王天谷也没有迟疑，几步向其中的一根石柱走去。顿时在鬼灵门门主一声令下，4人各自伸出一只手掌，按在了石柱之上，缓缓将灵力注入其中，通过石柱再将灵力传到了顶端的石像上。没过多久，4根石柱开始发出嗡鸣之声，同时轻微地颤抖了起来，而顶部的麒麟石像身上灵光闪动，蓦然双目突然亮起了血红之光，仿佛要活过来一样。
魏无涯看到这种情形，隐隐觉得四根石柱的情形好像在哪儿听说过似的，但是一时却无法想起此事，脸露沉吟之色。鬼灵门门主站在原地，静静地看着此幕，一语不发。突然，麒麟石像同时缓缓抬手，张开了大嘴，里面五光十色，闪烁不定，仿佛是有什么东西要喷射而出。鬼魅之体的儒生这时候行动了，他两手一抬，手指微弹，4道灰蒙蒙的法诀激射而出，击在了石像之上。顿时麒麟口中的东西一丈一缩之下，接连脱口射出，4根五色光柱冲天而起，往空中一点击射而去，然后光华大放，一颗丈许大的五色光球浮现在了高空之中。接着光球附近空间扭曲变形，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蓦然爆裂了开来。五色的灵光刺目耀眼，一时间遮蔽了整个祭坛上空，惊人之极的灵气波动，惊涛骇浪般向祭坛上的众修士席卷开来。即使魏无涯这样的修士，稍一感应灵气波动的强度，脸色也不禁一变，其余之人更不禁连退数步，急忙调动体力灵力加以抵挡。好在此爆裂过程转眼间霞光收敛，灵气溃散，鬼灵门等人这才心中大定，忙抬手向空中望去。结果一看清楚空中的情形，所有人大吃了一惊。魏无涯更是面色铁青，猛一转手，盯着儒生冰寒地说道：“这就是你所说的灵妙园入口。”在祭坛上空100余丈之处，一个30余丈长的光弧出现在那里。此光弧白蒙蒙，最宽之处足有4、5丈广，呈月牙状，竟是一道罕见的巨型空间裂缝。只是裂缝先前不知被什么禁制遮掩，这么多神通的元婴修士在此，竟无人察觉上空竟有如此恐怖的存在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灵妙园入口？看着肉眼可见的空间扭曲和变形，即使魏无涯这般神通者，也绝对没有胆量进入此裂缝。毕竟这空间之力的割斩，可不是一介修士能够抵挡的。难怪魏无涯也忍不住大怒。灵庙原本是介于灵界和我们人界之间的，想要进入此处空间，必须要借助此处的空间裂缝里，只要扭曲变动一下，就可以直接打开灵庙园入口了。你们放心，我当然不会让几位就这般硬闯的，另有办法暂时送诸位进去，不过其中需要冒一定的风险的。能否闯过去，我也只有6、7成的把握而已。这几名结丹期就不要去了，他们修为不足，去了也是送死而已。6、7成把握？在来此之前，你从来没有说过此事。说不说有什么区别？别说6、7成希望，就是只有2、3成机会，几位一定也不会放弃的。儒生冷笑一声，鬼灵门门主望着儒生，眼中寒光闪动，突然一抬手，手中多出了一面血红色的令牌。你要做什么？儒生一见此令牌，面色大变，一下惊慌地倒飞出去，同时大声喝道。但鬼灵门门主一语不发，轻轻一晃手中的令牌，令牌血光大放，正倒射而飞的儒生顿时一声惨叫，就直接从低空中跌落在地上。同时他肌肤上浮现出了血红色的诡异符文，流转不停，仿佛嵌入其身体内，实在是诡异无比。惊魂咒！王天谷一见此景，大吃一惊，不禁面露凛然之色。这就是鬼灵门秘咒之一惊魂咒。听说此秘术比普通的禁神术要歹毒3分，凡是被下了此咒的修士，魂魄溃散，几乎在施咒之人一念之间。魏无涯盯着地上滚动的儒生，不动声色。哼，魏兄果然是见多识广，在下使用正是此咒。这惊魂不过是昔年苍坤上人化身的一缕分神，还真以为自己就是纵横无敌的苍坤上人。敢如此不知好歹，
本门主自然要稍加惩戒。鬼灵门门主目光一转之下，含笑回应。魏无涯点了点头，就不再说些什么。对他们来说，一缕精魂就算再大有来历，也不会容许对方如此嚣张。